Hello， 大家好，欢迎来到达利 Life AI。今天我们要继续利用 AI 工具来创作一部影片。那创作影片的过程，我们一定也要稍微融入一些个人的想法，不然的话，可能影片创作到最后就是会变成大家都一样。其实 AI 最好的一个利用方式就是，你有一些很简单的想法也好，或是一个很完整的想法，你可以利用 AI、ChatGPT 来帮助你把想法整理的更清楚明了，然后甚至一起来设计场景。今天我们会继续透过 ChatGPT 的协助，加上一些自己的想法，加上 Leonardo AI， 然后最后到 Canva， 我已经先做好了一些画面了，然后我会告诉大家这个画面是怎么做出来的，我的 idea 是什么。现在先放一段这部影片的成品给大家看吧。OK， 让我们回到，记得上次我们的最后一张图是在哪里吗？这里。然后后来呢，我在那个结尾的那张图上面多做了一些发挥，就是又陆续生成了几张，想看一下那感觉，可以给大家稍微看一下，还不错，不一样的那种质地。对，然后接着我又越做越模糊。你可以看到最后这里都糊成这样，但其实我个人非常喜欢这一张，不知道有没有人能懂这种感觉。我们今天一样会有10个场景，然后我们这次的主题是坚强。至于为什么是坚强呢？这次我依然是给 ChatGPT 一个很简单的指令，然后请他帮我生成了10个场景。我们来看看第一个场景的描述。黎明时分的河流景观，捕捉岩石周围和穿过森林的柔和水流。清晨的阳光为现场投射出柔和的光芒，象征乔丹迈向任性之旅的开始。风格写实，带有一点印象派的色彩，唤起一种宁静和内省的感觉。然后这就是 Leonardo AI 给我们的一些图片生成结果。可以看到我们的模式用的是 Photography， 然后是在 Leonardo Kino XL 这个模板之下。出来的结果是这个样子，4张图。我这次的想法本来一开始是我想要做3个影片，但是全部是用同样的指令，只不过是在不同的模板之下，然后用它最后出来的结果做出3支影片。但是后来我比较之后，就决定在这3种模式之下的，所以总共30组图片当中去选出10张来，一组是4个，30组就是120个，所以等于是用120张图片，最后选出了10张。可以看一下，这一张是在动画模式、动漫模式之下生成的，所以可以看到有那个感觉，我也很喜欢。然后后来我是选择了这一张作为我们影片的第一个场景。下一组我则是用了环境模式去生成的，那一样是在 Leonardo Kino XL 这个比较新的模板之下选择的环境模式。然后我们一样得到了4张图。可以看到这里还有一个不明的水印，不知道这张图是来源于哪里。OK， 这4张图也还不错，对。然后我们再看看第二个指令，第2个场景的指令是，我们这次是有一个角色在这里，名字为乔丹。乔丹独自坐在河岸上，摆出沉思的姿势，焦点集中在他们的表情。夹杂着好奇和一丝不确定，背景以流淌的河流为背景，对水的质感进行了细致的关注，反映了乔丹克服生活挑战的思想。可以看到，在动漫模式下的乔丹，有几张其实有一点像哦，
对，因为我不是用我自己的训练的人物去生成图片，所以我给他一个固定的名字，在我这个故事当中。但是他还是有一张图出来了，一个女生，我觉得这样也蛮好的，我蛮喜欢那种随机性的，因为我不是要做一个绝对连贯角色连贯的一个影片，因为那样子的影片要花更多的时间去做前期的准备。之后相信我们也会尝试这样的方式。那现在就是让我们在短影片当中用选图片的方式出来的结果，选择图片，然后配上文字，然后这个是在环境模式下的。你可以看到，因为之前我们常说环境模式出来主要是环境，可能没有人物，但是因为我们的 prompt 我们的指令当中给他的人物，除非他把乔丹理解成别的，你知道地名或者是什么，但是他会比较着重在后面环境的构图。可以看到这张也不错，就是腿的比例我觉得好像稍微有点怪怪。好，这是我们的第二个指令。如果是你会选择哪一张呢？后来我选的是这一张。其实我动漫模式选的不是很多。好，为什么我今天没有在边生成这些图片的过程当中直接边录边讲？是因为我有时候我可能是要睡之前，你知道吗？然后突然想到一个 idea 或什么，然后就想来尝试一下。可是那个时候的状态，我感觉不太适合面对镜头，睡眼惺忪。接着我们的下一个指令是河水绕过障碍物的特写。光与影的动态相互作用，凸显了水的流动性和强度。这一幕象征着适应力和毅力。这是乔丹旅程中的关键主题。视觉风格将现实主义与鲜艳的色彩结合，增强了水的活力。然后图片的描述的内容可能是他们在资料训练的过程当中，有大量的数据去支持的，那就会出来很相符的结果。这几张其实都不错，已经相当逼真了。这就是 Leonardo AI 的水准。动漫模式也不错。OK， 然后是我们的环境模式，是这4张图。好，那结果会选择哪一张呢？这一组图我后来可能是一张都没有选到，因为真的图片有点多，其实是蛮好的这几张。我们下一个指令是乔丹受到河水的启发，站了起来，眼神中充满了坚定。该构图强调了他们在河流背景下的轮廓，捕捉了意识到并决定拥抱变化的时刻。艺术风格是电影式的、戏剧性的灯光聚焦在乔丹的顿悟。这真的是蛮有哲理的，蛮有禅意的感觉，这些描述。那我们看看他给我们的结果。摄影模式下，乔丹给了我们一个是看到他背影的图片，所以是没有眼神的 OK， 但是没有关系，也不错。第2张、第3张、第4张，后来我选择了这张，因为我觉得这张这个角度很不一样。然后是日式动漫模式，这张其实我私心很喜欢，就是我自己很喜欢的那种。对，然后我后来有试一下，结果我没有很喜欢，就是变成影片之后的效果，不太好。我们待会都会看到这一张，下一张，环境模式下。这张其实还不错，但很可惜的是，你看这右下角有一个不明水印。对，所以在做影片的时候就得把这里给裁掉。这张也很好但是就是同质性太高了，目前背影男的照片蛮多的了，所以不可能选择更多了。那这个就比较夸张，它好像来自中世纪。下一张，这个也是感觉稍微诡异一点，恐怖一点。下一组的生成指令 prompt 是河边倒映的乔丹处在和平的状态，流水象征着他们的旅程。这一幕沐浴在夕阳的金色光芒中，代表着乔丹锐变的顶峰。风格柔和空灵，注重和谐的色彩和轻柔的动作。摄影模式下，挺宁静的祥和，这张也不错。
如果这些风格是来自某些特定的艺术家，或者是好几个艺术家的一种结合，我们还是很感谢，就是这个世界上有这么多优秀的艺术家。大家有机会的时候也多多去支持真正用手一笔一画画出来的真正创作艺术作品的艺术家们，因为在这里其实就是用 AI 用生成的角度，比较以稍微理性思考的文字的角度，然后利用 AI 这个工具去加速我把我心中的一个图像，或者是说 AI 帮我生成出的一个场景指令，变成一幅艺术作品。之后的那个 Sora 指令转影片的功能更加强大，那种特别不符合逻辑的画面可能会少一点，就是那些错误的部分。期待之后有机会实测咯。这里也可以看到，也是有一个水印在这里。这张我很喜欢，其实。OK， nice。接着是下一个指令了，又是到下一组图。因为我后来生完之后，我就是发现，有蛮多太类似的感觉的东西了。然后这张其实我蛮喜欢的，因为这张它出现了一只狗狗，所以我后来我觉得这只狗狗的状态有符合我影片当中的桥段想要有的那一点感觉。其他这几张都是本身就是很不错的照片的感觉了。好，接着是我们下一组指令的图片。河流蜿蜒穿过景观的全景，象征前方的旅程，场景广阔而细致，邀请观众思考拥抱生活潮起潮落的无限可能性。视觉风格融合了现实主义和超现实主义，捕捉了旅程的美丽和神秘。我们可以看到这里也是有一个水印哦。你知道我从小就是那种我看书我特别能找到错字的那种，不知道为什么我就是校稿大师。我就曾经觉得说，我是不是可以去出版社应征，就是我可以帮你们校稿这样子，校稿、校稿。好了，我可能发音有时候不太准确，就是会变来变去，但是就是我常看书都能看到错字这样。大家是不是有时候也有这种经验？就是买了一本书，然后发现里面很多错字，看到一本错字很多的书的时候，其实感觉不是很好。OK， 那接着我们就来看看下一组图片的 prompt 指令是什么。然后我们来看看结果，一样是从摄影模式到动漫模式，然后是环境模式。河流周围自然元素的特写镜头，树叶、石头、水滴，每一个都讲述着复原力和适应的故事。风格是微距摄影，以精致的细节和鲜艳的色彩来庆祝一路上的小胜利和经验教训。OK， 这个描述其实就是有真实又有抽象感，所以真的就是要看 AI 会怎么去捕捉到符合的效果结果。这个特别近的镜头不是说它结果不好，但是我后来觉得好像用不到，所以好像这次的影片就没有收录这一组的图片，因为我们真的已经有很多河流了。OK， 接着是我们原本预计最后的场景，最后的场景缩小，揭示了乔丹的旅程作为更大的生命挂毯的一部分。河流流入广阔的海洋，图像具有象征意义，并强调统一性和连续性。风格如诗如梦，给观者留下敬畏和无限潜力。我特别喜欢这张图，所以后来我就是选择了它作为我们的结尾。这张也不错，其实。下一张。这张很明显好像看到有什么电影海报的字体跑出来，只是那个拼写应该是乱七八糟的。OK， 刚刚就是我们这次要生出来的10个场景当中所有的图片，但是后来你会看到，其实我又补充了一下，因为我后来我发现好像少了点什么。这次我们所有的image to motion 转影片的数值，就是它的力道，我们都是设置在4左右这样子。因为上一集我们都是设置在5嘛，这一集我们都是设置在4。可以看到第一张这个图片的结果让我觉得不太能用，对，因为这云变得很奇怪、很不自然、很魔幻这样子。天哪，我的邻居家小弟弟是小弟弟吗？其实我不知道是谁在弹钢琴。好，这张我很喜欢，对，所以有时候你看，就是有好的影片被生出来，也有不好的影片，所以你还是需要人为的自己去做这个最后的 final 的 decision。你是 decision maker， 就是你是做决定的人。
这让我想到，其实 AI 好像就是代表我们现在这个所处的时代，就是我们如何运用 AI 来做决定，我们该如何用 AI 做出正确的人生选择。这张也不错，我很喜欢，所以我有选这张。下一个，这支影片也不错，对，我还蛮喜欢这张的。好了，我应该说这一支吧，对，这一支我还蛮喜欢这一支的，小小支。OK， 这一张其实我原本是觉得还蛮不错的，但是后来是觉得好像哪里有点怪怪的，就是他的腿那里。然后这一张就更奇怪了，就是你看后面的水，有的有动，有的没动，这是怎样？这边结冻了是吗？就有时候其实 AI 就是会出现一种很魔幻的效果，因为它没有办法顾全大局，它没有办法把所有的这个啊，我很喜欢乱用成语，大家不要介意啊，就是它没有办法把这个全部的局面都顾好。然后这个一样，就是这个水动得很不自然，这样子，太硬了。然后这张其实很好，对，我这张我是挺满意的，所以我有保留这一支 ，sorry 又讲错了，我有保留这一支影片，有用在我们的结果当中。然后这个就是我刚刚说的，它出来很奇怪的结果，就这个船这里我觉得还蛮不错的，然后这个倒映有一点点变化，配合上面的云的变化，但是这云就真的动得太快了，4秒钟的影片其实可以让它动慢一点，或许就会好一点，但是动的还是有点怪怪的。下一张 ，OK， 就是这一张，对，我刚刚说这个右下角这里，我们要注意，这里要把它裁掉。对，剪掉。上面的鸟类有在飞来飞去的，但是会突然消失就是了。然后是这张也是就是蛮奇怪。其实云朵的部分是还不错，但我觉得它不需要动这么快。然后这里是怎样？海里面到底住着什么奇怪的生物吗？下一张它给了我们一个没有在动的影片，这就是 bug， 偶尔还是会出错一下。下一支。这一支影片我觉得就还不错，我可以用到，它也没有太多特别严重的问题。但是这狗狗这种有一点点落寞的这种感觉，或是有一点点好像在沉思，感觉它肯定是经历了一段什么样的旅程之类的那种感觉。这样的狗狗就是你看到了，你会忍不住想要去陪伴它一下。下一张一样的奇怪的问题，我觉得 Leonardo AI 你是不是看到了这个问题呢？就是在海水的部分常常会有一块有动一块没动的问题，这样子其实基本上就很奇怪哦。下一个，所以不 OK 的我都会就不会用到了，虽然会下载到电脑，但基本上就是被淘汰掉了，可能以后吧 ，maybe。我们看看这个也是一样，它的画面就是有一点像是把它拉窄一点这样子，所以我没有选择这张。然后这张也是有点奇怪，其实我蛮喜欢这张，因为我觉得这里这个十字这个地方很特别，对，这应该是某一种错误啦，但是就是错误出了一种美感。难不成这个河流是到了这里是不动的，然后只有这里比较激动，人们就会争先恐后到这里来洗澡，这样子感受一下按摩浴的滋味，或者是这里是那个尼斯湖水怪出没的地方。这张显然是不会被选上，这张也是蛮奇怪的。好，下一张。动漫风格，其实这张还不错，这一支其实还不错，但一样有那个问题，所以它这个问题是不分动漫或者是摄影模式，不分模式之下都比较统一，就对了，这个问题会统一出现。OK， 这个也是下一个，这已经是我们的原本预计的 Final Scene 最后的一组图。然后这张我是觉得还不错，有点像一个航拍机空拍的效果。然后最后这组图呢，在动漫模式之下，我选择的这张，这个影片跟这个影片是同样的指令哦，是不是有点难以想象？换模式也是很重要，你要不停的尝试一下不一样的模式，你有时候就是会有不一样的结果 ，totally different。所以我后来就是选择了这张作为我们的结尾图。
我觉得蛮好的。后来当我把影片拖到 Canva 当中，再去做一些取舍的时候，我又再生成了几个影片这样子，我觉得可能要补充一些影片。然后这张蛮好的，就跟上一集我们的影片一样，我后来在结尾的最后一个想要让它稍微延长一点，所以我就同样的影片，但是把那个动态效果调的小一点，好像这张是动态效果2，这张就很夸张了，这张好像是动态效果7还是8，就完全不能看了这样子，蛮好笑的。然后这张其实也不错，因为他把角度往上拉，很可惜就是他最后头被压扁了，你看这里。对，所以这张就可惜了。然后我们看看，后来我觉得好像很多一样的场景我能不能再来一些不一样的？结果这组图是任性之路啊，乔丹穿越了茂密的森林与河道平行，这一幕以充满活力的绘画风格描绘，强调旅程的美丽和挑战。森林充满了光彩、光和影，代表着障碍和前进的道路。我没有感觉有特别大的障碍，因为我感觉就是它确实出现了一条道路这样子，但是我觉得就是跟我后来的那个剧本，应该说那10句话吧，我觉得当中有可以蛮符合的，我选的是这一张。那其实在这整个过程里面呢，我脑海中其实一直有这些故事给我的启发。我后来突然觉得在这个创作的过程当中，是一个自我的心灵成长吗？或者是说对于你吸收的一些知识或者是你的一些思考的再度咀嚼啦。对，所以我觉得其实这样子去咀嚼自己的想法，然后或许你是一个自我疗愈的过程就是其实透过 AI 不是冰冷的东西，AI 是有温度的，因为你在跟 AI， 只要你是一个有温度的人，你在跟 AI 对话的过程当中，它可以让你的温度持续升温好了，不要那么激动。然后这几张都是还 OK， 但是我想我那时候到这里我已经有点累了，然后因为前面也有出现这种结果不如人意的状况，就是这些河流的水啊，就是会不太逼真。就像 Leonardo AI 现在先天上还有一些不足吧，然后后来还出现了这种，因为我当时那个时候想说给他一些前面好像很多河啊河流什么，那中间有经过森林，可能会有很多草啊，可是因为我的那个你看我给他的 prompt 就是我过度繁衍的小草，对，所以结果出来的就是很过度这样的，尤其是这一组这真的就是摄影风格嘛，对，很像一个摄影师突然走到一个草坪随便拍一张这样，因为你给他的 prompt 实在太简单了，所以太简单的 prompt 有时候意外会有好结果，但是也不意外会有很多就是比较一般的结果。可是这个你看所以我觉得其实动漫模式都还不错。哇，这个 prompt 是面对挑战永不放弃，在这段艰辛的旅程中所踏出的每一步，学到了毅力和适应力的价值。哇，这个好奇怪这里是什么回事？每一个克服的障碍都会增强他们的决心。这个图有一点那个感觉到这种力量，教导他们在逆境中坚定不移力量。当他们度过生活中不可预测的风暴时，他们在不断增强的韧性中找到了安慰，并意识到真正的成长来自于直面不确定性。这个故事概括了人类忍耐力的本质，展示了拥抱变化和克服一切困难、坚持不懈可以带来深刻的个人转变和对生活错综复杂的更深层次的理解。这个真的是，就是如果没有 ChatGPT 的帮助的话，我可能原先给他的比较简单的几句话，没有办法衍生出一个就是这么，你要说啰嗦嘛，我们不能这样子说，就是衍生出一个这么繁琐的结果，对，也蛮好的。那这就是我们从这个结果当中生出来的图片的结果。下一张，其实这几张我都蛮喜欢，我都有试一下我们待会会看到，但是后来试完之后，很多并没有选出来。OK， 现在就是我们的图片转影片的部分了。当我选择了这张变成 motion 的时候，你可以看到这个画面非常奇怪，说不上来，就是人也被压扁了一下这样子。
这张其实我蛮喜欢，但是它很可惜，它的腿非常奇怪，不然原本想要做出来的效果的那个出发点应该是蛮好的。它在往前走嘛，然后我也选了这张，可是它走得非常奇怪，好像那个如何同手同脚走这样子。然后后来我不依不饶，我又想说不屈不饶，再来一张，改变了一下数值，可是结果依然不如人意。这个时候它变成单脚在跳。然后我依然不依不饶，再给这张来第二次尝试，结果依然，我通常不会再尝试第3次了啦。对，因为有2就没有3嘛。因为同样的错误，如果你会犯2遍，就一定会有第3遍，你就大概第2遍的时候就没有什么可说的。然后一样，我在结尾那张想要试试看会不会有更好的结果。下一支。可以看到我这张图还是做了比较多的尝试哦。我后来觉得，我选了是这一张，对，因为这张就是它其实跟原先的第1次我选上的结果类似，只是它走的比较慢一点，步伐变慢。OK， 这就是我们今天所有的影片啦。然后呢，接着我们要到我们的 Canva。是的，没错，因为上一次我们就是用 Canva 直接很快的做出了一支影片。当然，现在你用 AI 工具可能比这个快很多倍，可能就是maybe 我花了20-30分钟，你可能只要2-3分钟。但那个就完全太随机了，就是那个出来的结果参与度太低了。对，就是我会觉得它跟我的连结没有那么深，那这个至少我觉得图片都是我选的，然后也是我给的指令，然后出响也是我给的，然后我也是透过 AI 的工具，也是符合本频道的精神，因为我们是 Dall-E Life AI，